Hello，大家好，我係 Lanson。这期泰国绑架和人口贩卖这件事情呢，成为了整个中国舆论的超级火爆的话题。非常巧的是呢，我在结束印度之旅之后，又是飞到了泰国曼谷来进行一个短暂的休整。那么其实类似的舆论爆炸在2022年的时候已经发生过一次了，恰好是那一次呢，我人也是在曼谷休息啊。那自从我成为这个环球旅行的视频博主以来呢，我已经是第3次来到曼谷了。每一次呢，都是作为我的休息站、中转站一个快乐老家这么一个感觉啊，让我的身心的疲劳呢都得到了缓冲的作用。曼谷给我带来的这种放松和愉悦的心情呢，是别的地方无法代替的。哪怕是我回到我真正的老家广东啊，都感觉不到同样的放松啊。那原因很简单，大家也知道嘛，言论方面的前置。但是呢，我身处在曼谷的时候呢，这种心里的舒畅愉悦的感觉呢，和网上这种铺天盖地的把整个泰国乃至整个东南亚都描述成人间地狱的这种舆论呢，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和反差。那当然，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我在印度旅行的时候呢，每次我打开墙内的这种主流的舆论，和外面真实的世界这种完全颠倒黑白的画面感呢，也是常常会发生。所以作为一个立志于要开启民智责无旁贷的我呢，我觉得很有必要出这么一期的视频来帮大家梳理一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现象，以及作为旁观者或者有一部分观众还觉得云里雾里的，帮你们梳理一下以方便你们更好的理解东南亚它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那上一次呢，2022年的那一次代表的事件就是 B 站的自由派峰哥与这个粉红头子新一零零之间的 PK 那最后是以粉红完败，然后新一零零被封号作为结束的。那上一次虽然是理性派战胜了粉红派，但是呢，粉红只是短暂的被驳倒，他们内心肯定是不服的，而且他们人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内心肯定是愤愤不平的。所以这一次呢，趁着相同的话题的再一次爆发，他们又在暗处呢就试图卷土重来，浑水摸鱼甚至我还见到不少为新一零零翻供招魂的这些留言比如以下的几个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整个简中目前主流的舆论都在讨论什么，以及他们都是有什么观点下面我会截取呢知乎的热门的话题，然后再进行我的一个语言的快速总结。首先我们看到已经在知乎建立了很多相关的话题了每个话题下面至少都有几百上千个回答，那加起来可能就一共有6-7千个回答，那这个数量其实已经是非常庞大的了，可以说是断层领先很多其他的公众的话题。你浏览了一遍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有几个特征或者角度呢，是简中的舆论场刻意避开不敢谈的。第一点就是吴京为代表的这种战狼这种所谓的虽远必诛，因为过去几年大家都已经成为了一个口头禅了，惯常的用语已经哪怕你不看这些电影你都知道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们不出击了呢？不遥遥领先了呢？这个东西呢，其实如果你深聊呢，就瞬间扯下了官方不把韭菜和牛马当人，把他们当奴才奴隶以及这种虚假宣传的这些拍了那么多假电影的这些虚伪的面具就通通都扯下来了，内裤都扒下来了。所以呢，这个话题是在眼中是不能深聊的。那为什么战狼他们不出击这个话题呢，就只有自由派敢聊粉红是绝对不敢聊的。更加有一部分是不算粉红的那帮爱国者吧，真的很有 heart 的那种爱国者，就干脆质疑东大的官方是不是有意的不作为，或者乱作为，或者甚至是为非作歹这样的言论呢，我觉得是很难留存很久的。我估计再过几天你再上去看的话，可能这些就没有了。第二个话题呢，避而不谈的，或者说转移视线的，就是讲美国和以色列，拿他们的营救平民百姓的这些例子来去反衬这个中国官方的不作为但是聊这个话题的当然就只有自由派敢聊了，但是他们聊呢也要有一个非常巧妙的环节他们要把它切分开来聊。你整个视频或者整个回答里面一句都不能提中国，你只能单独的说美国做过什么以色列做过什么，你只需要把这些 fact 列出来呢，就已经起到了一个映射一个反讽的作用剩下的就交给评论区，那大家懂的人都懂是吧，他们就会明
明白两个同样是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并且西方其实也不怎么把这个东西挂在嘴边啊，但是他们却能做到去营救人民啊，这么一些负责任的行为啊。那为什么简中不做呢？对吧？大家就可以自己的去联想了啊。话就说一半啊，这是简中的特点啊。第三个避而不谈的事情呢，讲为什么在简中的网络里面呢，总是把人口贩卖啊或者绑架案呢说成是电信诈骗啊。以及中国的3大 SIM 卡的运营商呢，他们分别在里面扮演了什么邪恶的角色啊？这个也是不能深聊的。所以呢，大家有一个特点，就是习惯性的把这个主语去掉。就比如说你要质问中国移动，你要质问中国的过去几年的这些主流的媒体，他们为什么总是用电诈这个词？但是呢，他们把这个主语去掉，所以就变成了截图里面这个样子了。它改成一个疑问句，到底是谁，是吧？这个就是装傻嘛，装懂不懂，不是装外宾嘛，是吧？就明明你的主语是指向大家都心知肚明的那个 you know who 啊，但是不把那个 you know who 讲出来啊。就比如说这些回答啊，他说绑架勒索说成是失联啊，把这个直接就是杀人贴他们的器官说成是电诈，这是人类语言最下流的应用之一啊。其实这个技巧也是经常用的嘛，明明你骂的是中国，但是你把它稍微扩大一点，就说成是人类啊，说成是世界，或者似乎比较常见的说成是印度啊，或者说孝子啊，大家都会把这个主语给替换掉啊，但是就是不说是中国啊。不过大家就算是没有主语都能看得懂的啦。第4点这个时候呢，就说那些个人有责任，什么个人是健康的第一保障人，什么受害者去那边都是该死，都是活该，受害者有论罪啊，不敢提虽远必诛，不敢提战狼的那种呢，典型的粉红的特色了，粉红的话术了。就我觉得这一类粉红并不是特别多啊，因为你要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说，其实是很没有道德的下限的，最无耻最 low 的那一帮粉红里面也许会有一些是稍微有良知一点的，他们说不出这样的话，但是底线最低的那一批人是能说出这样的话的。因为你说出这样的话，其实你是把官方过去拍的那么多战狼那么多吴京全都打脸了，是吧？这个时候你虽远必诛这个行动你做不出来，你还反倒那些受害者给骂一通，那这是你电影拍出来的当时的样子吗？是吧？什么挥舞着国旗把人从非洲的什么绑架里面救出来，就你没做到就闭嘴了，是吧？你还不闭嘴，你还要反过来说是那些受害者的中国人的错，所以这是第4点啊，最没底线的那一批粉红的一个作为啊。第5点呢，一部分粉红嘛，他们会把这些在这个时刻依然说泰国值得来，或者说泰国并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危险等等的言论说成是园区里的罪犯，或者是泰国官方的旅游行业的从业人员洗地拍出来，明明是粉红在搅浑水，但是他们会反过来污蔑对方有一波他们想象中的敌人，就是他们想象中园区出来的人，或者说泰国官方弄出来的水军，此时站在了粉红的对立面，他们会想象这样的一批人。那当然了，我就成为了他们这个想象中的敌人了。我直到此时我还嘴硬说泰国是安全的。他们其实是很不同的几波人，还有一部分是小红书里面的中产阶级的女生，他们的特点就是岁月静好嘛，他们的特点就是其实他们不懂政治，但是呢，他们半年前、1年前说过的话呢，这个时候被粉红截图出来，就说成是他们是为泰国政府站台了，这是非常搞笑，因为粉红他们无端端的就不多攻击了，或者说波及了一帮是完全不懂政治不聊政治的女生群体所以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你也可能看出呢，粉红的这个逻辑非常的荒谬。这里有一个例子，他们呢很喜欢上去小红书截图就其中截了一个貌似是2个泰国的男生长相就很泰国了，故意把他们的原本很正常的一张合照呢 P 成人不人鬼不鬼的，开始肆意的毫无底线的进行联想说这2个男的就是泰国派出来还在小红书上面依然唱好泰国等等，他们的这个行为就非常的无耻了，因为你这样擅自截取了人家的肖像权，进行一些丑化矮化的一些 P 图，本来就是一个很恶劣的行为然后后面的那一部分联想就根本就是他们脑子里面幻想的东西嘛，完全没有任何的证据，就随便幻想就能够当做证据来使用
最后我想指出来一点啊，我通过跟 ChatGPT 的聊天，我要确定一下，在知乎或者说在目前整个中国互联网都非常铺天盖地的说每年有7万的中国人在泰国被绑架或者被失联啊，那到底这个7万是不是真的数据呢？然后我就跟 GPT 去聊这个天，分别是我聊了中文版和英文版2个版本。然后中文版的时候，我发现呢是这个7万数字的出处啊是观察者网，所以呢，首先大家都知道观察者网是什么德性了，就从他这里出来的数据都很值得怀疑。用英文版去聊呢 ，GPT 说7万的这个数字是没有出处的，是 not accurate。就根据多方综合的一个信息来源的话，是根本就没有7万这个数字。我就追问 GPT 说，那这个7万这个数字到底是最初是从谁的口里先出现的？就是这个谣言，这个捏造的数字到底是谁说出来的？谁先说出来？追问啊，然后他就说，其实呢是中国的网站啊 ，Chinese Media Around 2023年8月份，那根据中文那边可能就是观察者网捏造出来的啊。这些数字其实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个案其实是不相符合的。王兴啊，以及这个所连带爆出来的这几十人，那其实加起来我们肉眼可见的也就是几十上百人嘛。假设这个7万这个数字是真的，我们又得知另外一个数字，每年有670万的中国人去泰国旅行嘛，那么你7万除以670万，其实就是相当于是接近1%的人，也就是说每100个走出泰国机场的中国人就会有1个平白无故的消失了。那你消失的比率，这个几率你信不信呢？就你现在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是吧？100个人走出机场就有1个人失踪了。粉红们的言论呢，会把首先他们编造出来这个1%，再把这个1%夸张成是100%，什么落在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是吧？得出结论，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应该去，谁去谁就是汉奸，谁去谁就是卖国贼啊！一定要留在中国，最好是去三亚消费啊！这就是我们这些理性派的人呢，为什么反感他们的原因啊？就因为他们的这一番言论是经过双重的夸张、双重的说谎。首先，这个1%这个数，这个7万这个数就已经是在说谎了。他们在经过一个毫无逻辑的夸大，也是墙内特色，就不讲逻辑，就是把1%就夸大成100%了，然后变成了任何人此时只要泰国旅游，或者人还在泰国旅游，或者还说反驳他们的话呢，就通通都是。所以你只要把双重的这个言论的夸张呢给它去掉，整个拆除掉它这个夸大呢，就可以还原出事情的比较客观的样子。我就追问 GPT 说，这个到底真实的数字，就每年中国人被绑架或者被失踪的人到底有多少啊？在泰国和缅甸。GPT 得出的这个一番逻辑的分析跟我的想法是接近的啊，可能是 a dozen 或者数十到数百吧，就是这么一个数量级。那我算它1000好了，是吧？那我们用1000除以670万，得出来的答案是0.00015啊，这个概率。所以你还说什么所有中国人都危险，所有中国人都不应该去泰国旅游吗？那这个概率的话，我感觉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出个车祸或者被电线杆子砸下来，都有这个可能性，是吧？所以就你作为客观理性的人，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概率0.00015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根本就是一个又是制造出来的恐慌情绪，它并不是真的那么恐慌啊。只不过呢，亲自踏足泰国的这每年670万的中国人呢，他的在舆论场的话语权呢，远远是弱于这个铺天盖地的粉红群体的，所以自然呢，就我们这样的人呢，说话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啊。你敌不过此时当下的这种铺天盖地的言论。那至于绑架案是否增多了，或者是否变猖獗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应该是很大概率的。但是这个绑架案它再怎么猖獗，它也是这个数量级是从几十变到，我算它翻倍或者翻3倍，是吧？它从200变成400，或者从200变成600，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但是它不可能从200变成7万，是吧？这个是两个是完全是就一个天一个地的两个 number， 但是在这个简中没有逻辑的这些舆论场里面呢，它就可以被画成等号的。那当然我个人对于被绑架的国人呢也是非常的同情，并且我也是认为这公权力是应该去做点事情，最好是直接捣毁所谓的园区，是吧？
但是这不能成为我去容忍谎言、容忍这个夸大数据、捏造数据歪曲事实的理由啊。所以经常简中你能看到一句话，就说啊，都这个时候了，什么我夸张一点也是为了保护中国人民的安全，行吗？我认为不行。只要你是捏造事实、捏造数据，那在我看来，你就是一个不可信的人，你说的言论就是废的啊。那希望以上的一番分析，还有我个人的一个逻辑的梳理啊，能够帮助到一些中立的或者局外的朋友呢，去认清这个事实啊。谢谢大家。好 ，take away. You want some rice? Rice? Yeah. 哎，中北印度伊朗跑。Our 115, sir. Yes, correct. Thank you. This way? Yeah, 4 for free. 看他们好像是长期住在这里，刚才那个一套高尔夫球设备，不错不错。先开空调，一应俱全啊！我真的是觉得挺好的，吹头发的，然后双人床，冰箱，泰国真的是快乐老家呀。